最后期限已经过了，锁我换了，欠的24000，3天内不补上，我直接走平台起诉。不就24000吗？你至于把事儿做这么绝？哼，年薪200万的陆总连24000都拿不出来，还在我这儿装什么大款？沈若曦，你真敢跟我玩断供？您拨叫的行，用户暂时我看你能硬气几天。哥，救我！刀哥说今天再拿不出8万，就卸我一条胳膊。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我出来办点事儿，你又给我惹什么麻烦？办事儿？陆总办事还带着俩破编织袋啊！家里换季清东西不行吗？少跟我装！你弟欠我8万，今天这钱你这个年薪200万的大哥替他还。我现在手头不方便，哥，你找嫂子，嫂子不是最听你的吗？她肯定有钱。她今天不在，那就打电话，10分钟内见不到钱，你们哥俩一人留下1只手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。陆总，你老婆不接你电话呀？哥，用我的，嫂子总不能也不接我的吧？你小叔子欠我8万，10分钟内赚钱，不然我让你老公和他弟一起废。找我要钱，你找错人了。怎么了？什么声音？沈若曦，你有病啊！进门不知道敲门吗？陆泽宇，我问你，142万呢？什么142万？那是我的年终奖。你的核心架构是我写的，底层 bug 是我修的，年终汇报是我改的。你拿着我熬夜写出来的代码领赏，再把钱转给你妈，而我卡里只剩7块钱，连思然明天的餐费都交不起。你少在这上纲上线！你在家吃我的，住我的，带个孩子怎么了？我让你做幕后是保护你，保护我，不然呢？你性格闷，不会应酬，不会说话。当年要不是我护着你，你大学都混不下去。就你这种只会闷头写代码的，也想拿全国赛1等奖？听说他的作品被人提前提交了，技术再好有什么用？还不是被人截胡？够了！你们欺负一个女孩子算什么本事？若曦，别怕，以后你只管安心做你的技术，我来替你挡风遮雨。保护我，陆泽宇，你只是看我好拿捏，把我当成代写机器、免费保姆，还有你陆家的提款机。你少给我扣帽子！这5年要不是我赚钱养家，你和思然喝西北风去。你养家？你领的每一笔奖金，拿的每一次晋升，靠的都是我熬夜替你写出来的代码。没有我的代码，你拿什么赚这份钱？又拿什么在公司里当你的技术总监？代码是你写的又怎么样？我在外面谈项目担责任，功劳难道全是你的？再说了，你一个全职主妇，整天待在家里，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？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？我卡里只剩7块钱，思然连下个月的餐费都交不起。可你拿着我熬夜写出来的代码，领了142万，转头1分不剩，全给了你妈。那是我妈，她养我这么多年，我孝顺她有什么错？孝顺没错，可你口口声声说自己在养家，却连自己的女儿吃饭都不管。你不是没有钱养这个家，你只是觉得我和思然不配话。你别把话说的那么难听。我妈年纪大了，我多给她一点怎么了？你们在家有吃有住还不知足？先顾好自己的妻子和女儿，再去谈孝顺，这叫责任。我就愿意先孝顺我妈，怎么了？我的钱想给谁就给谁，凭什么都听你的？再说了，你一个脱离社会5年的全职主妇，离了我，你还能去哪？你在发什么？从现在开始，你的代码你自己写，你的妈你自己养，你的142万你自己去省。我沈若曦不伺候。沈若曦，早餐呢？还真跟我闹上了，连孩子都带走。沈若曦，你还真会演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。我看你带着孩子能撑几天？陆泽宇，开门，房租逾期3天了。大早敲什么敲？少跟我装大爷！这季度房租24000，今天下午5点前不交，我就叫人来换锁。等一下，我让我老婆转给你。哼，年薪200万的陆总交房租还得找老婆啊？他管家里的账。我不管谁管账，下午5点钱不到，你搬出去。我的表呢？我的皮带呢？沈若曦，你敢动我的东西？
妈，房东催房租了。昨天我刚把142万转给您，您先给我转2万4应急。什么？又要钱？沈若曦带着思然跑了，还把我的表和皮带拿走了。房东下午就换锁。他还敢偷我儿子的东西，反了天了！妈，先把房租转我。不行，那142万是给泽明留着买婚房的，不能动。妈，我现在连房租都交不起了。那就让沈若曦交，她天天在家敲电脑，肯定藏了私房钱。你等着，我打给她。以前这时候早饭早该摆好了。慢点吃，别烫着。喂，沈若曦，把我儿子的表和皮带弄哪儿去了？现在立刻给泽宇打3万块钱，都得你出。东西我卖了，房租我不交。你凭什么卖？那是我儿子的东西。凭的是我刷卡买的，凭的是我熬夜写代码替他换来的。一个全职主妇还敢跟我儿子算账？你带着思然跑出去住酒店，钱从哪儿来的？是不是偷藏我们陆家的钱？我卡里只剩7块钱的时候，你儿子刚把142万转给你，到底是谁偷谁的钱，你心里清楚。你别忘了，你还带着孩子，孩子不能没有爸爸。孩子不能没有爸爸，但更不能有一个拿妈妈血汗钱去养吸血鬼的爸。你骂谁吸血鬼？谁急了就是谁。沈若曦，你要是敢不管泽宇，我就让他跟你离婚。你一个35岁的二婚女人，还带着孩子，我看谁要你。那就让他离，正好我也不想要了。妈妈，妈妈在。妈妈，你是不是又要工作了？妈妈要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。那我乖乖等你。思然，妈妈不会再让任何人踩着我们过日子。年薪200万的陆总，不会连这点小问题都解决不了吧？我给还不行吗？10分钟内到账，过期涨价。妈，又要干什么？再转10万。系统又崩了，沈若曦要10万才肯彻底修。10万？昨天刚被他害得没了4万，今天又要10万，不给1分都不给。不给我就完了，工作没了，违约金你替我赔。你少吓唬我，我现在就打电话骂他，他这是敲诈，我要告他。刚入职就接私货？不是私货，是旧账。沈若曦，你休想再从我手里拿1分钱！我要告你敲诈勒索，让你走到哪儿都不得安生。告我？对，你一个全职主妇，靠我儿子养了5年，现在还反过来要钱，你要不要脸？那我们就好好算算，这5年陆泽宇转给你的钱，到底是谁赚来的？房租、车贷、思然的学费、陆泽宇的项目代码、年终奖金流水，我都会一笔笔查清楚。你吓唬谁呢？是不是吓唬？你很快就知道。需要律师吗？已经约好了，接下来该清算他们吃进去的每1分钱。陆泽宇，人呢？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。沈若曦，老太太，我今天不跟你吵，也不跟你闹，10万块换你小儿子完整走出去，不给钱我就把人带走。到了我那儿，是站着回来还是抬着回来，就不是你说了算了。你敢？光天化日你们还敢绑人？我现在是在给你脸，不然你以为我专门跑一趟是来陪你打麻将的？兄弟们，带走！老太太舍不得钱，那就让她慢慢等电话。妈，你救我呀！我不走，我不跟他们走。你不是最疼我吗？别带他走，我转还不行吗？早这样不就省事儿了？到账10万元。我的10万块呀，我的心都被挖走了。替我谢谢你嫂子，要不是她指路，我还真不知道老太太这么有钱。沈若曦刚还炫耀儿子孝顺呢，转眼就被人找上门了。这钱怕是不干净吧？陆泽宇连个女人都管不住，你看看他把咱家害成什么样了！你还站着干什么？赶紧找沈若曦把我的10万块要回来！够了！我房子没了，脸也丢光了，你还逼我去求他？谁欠的钱谁还，别什么烂账都往我头上扣。我现在自己都没地方住，管不了你们。反了，你连你妈和你弟都不管了？沈若曦，你个黑心肝的女人，你这是要掏空我们陆家呀！陆泽宇，系统全崩了，5分钟内把补丁打上去。这些核心代码以前全是沈若曦替我改的。愣着干什么？
这模块不是你负责的吗？陈总，我昨晚没休息，给我半小时。客户资金卡在系统里，你跟我说没休息好。对不起，您拨叫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。沈若曦，你接电话啊！旧系统的延迟问题，根源不在表层接口，而在底层逻辑拥堵。重构之后，响应延迟可以从2秒降到0.1秒以内。沈总监，欢迎回到真正属于你的战场。这只是开始。这就是你写的补丁，陆泽宇，你到底会不会修？今晚总部准备了欢迎酒会，为百业接风。我的荣幸。修不好这个 bug， 你就准备卷铺盖赔钱。手机借我一下，急事儿。陆总，我对不起，您拨讲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。不可能，没有他，我怎么会连一个补丁都写不出来？陆泽宇，10分钟内修不好，你就准备滚蛋赔钱。对不起，您拨叫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。阿姨，借您手机用一下，我手机坏了，打个急事电话。我这手机不能随便借人的，就1分钟，100块，行吗？就1分钟啊！别乱翻我东西。正在呼叫中。若曦，是我，你先别挂，系统崩了，你赶紧帮我写个补丁。陆先生，称呼错了，以后叫我沈总监。行，沈总监，你先帮我把 bug 修了，陈总那边快炸了。以前免费是因为我把你当丈夫，现在走跨国技术外包流程，1小时2万。1小时2万，沈若曦，你疯了！嫌贵，你可以自己写。你明知道我现在叫用，所以才贵。定金4万，到账开工，少1分都免谈。我哪来的4万？你没有，你妈有。昨天那142万不是刚到账吗？又怎么了？妈，给我转4万，系统崩了，沈若曦要定金才肯修。什么？昨天刚被人弄走10万，现在又要4万，不给？妈，这钱不给我，工作就没了。我没工作，后面赔公司的钱谁出？你那142万也别想保住。沈若曦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毒妇！少骂了，快转！挑贵的拿。哎呦，张姐真阔气。哎，您好，一共3860元。刷卡，我儿子孝顺我的钱，花着就是痛快。交易失败，账户已冻结。不可能，你再刷一次。交易失败，账户已冻结。你别买这么贵的，耽误别人结账。100多万，冻住的100多万吧。你们机器坏了，我卡里明明有钱。刚才还说儿子给他转了100多万呢，卡都动了，还装什么阔太太？沈若曦，一定是沈若曦。妈，15万怎么还没转？陈总已经在催了，再拖下去我工作就彻底完了。还转什么钱？我的卡全动了，沈若曦那个毒妇把我的钱全动了。什么叫全动了？980万，1分都动不了。那我怎么办？系统还等着补丁。你别慌，他不让我花钱，我他背债。什么意思？我去找泽明，他认识的人多。沈若曦，你想拿走我的钱，我让你倒赔。多写一点，必须让沈若曦赖不掉。不能写太满，越像日常家庭开销，越容易往夫妻共同债务上靠。妈，这一招太绝了！他动咱980万，咱让他倒背500万。他不是会算账吗？我让他算个够。现在差你大儿子签字按手印，没有他，这东西就是废纸。签字按手印。妈，这东西要是被查出来，不签980万就全没了，你工作也保不住。签了他就得背250万，到时候补丁、撤保权、孩子他都得跟你谈。按手印。沈若曦，这回轮到你求我们了。陆泽宇，总部审查会马上开始，系统到底能不能恢复？陈总，补丁已经在处理，10分钟内一定恢复。陆泽宇，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总部的人一上线，你要是还拿不出结果，谁都保不了你。明白。自然都敢写进去。周到，请保留原始聊天记录，不要回复。假的东西越急着拿出来，死得越快。
陆泽宇，该醒了。陆泽宇，总部远程审查会马上开始。补丁呢？陈总，补丁已经在处理了，他技术那边还需要一点时间。哪个技术？我是说，我这边还需要一点时间。总部的人上线之后，你最好还能这么镇定。沈总监，准备好了吗？可以开始。江总，各位总部领导好。这次远程审查由总部核心安全专家负责主审。国内分公司的核心模块事故资料我已经看过。沈若曦，你认识沈总监？他怎么会在总部会议里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沈若曦，慕尼黑总部核心安全专家，代号白夜。白夜？不可能，就是总部等了3年的那个白夜。审查开始前，我先确认一件事，陆泽宇先生，你刚才说补丁正在处理，请问补丁是你本人编写，还是外部人员提供？陆泽宇，回答。当然是我团队在处理。陆泽宇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陈总，我可以解释。不急，今天这场审查不是来听解释的，是来确认责任。陆泽宇，你到底瞒了公司多少事？陈总，我下一页是事故责任初步结论。等等，陆泽宇，你的黄粱梦该醒了。陆泽宇，这些都是真的。陈总，这里面有误会，我是技术负责人，临时调用外部服务也是为了公司系统稳定。近5年，你不是说核心模块一直是你亲自维护？我是负责人，团队协作很正常。陆先生，外部授权代码签名、修复时间戳全都对得上，你可以继续狡辩，但系统不会给你撒。总部意见很明确，即刻停用陆泽宇所有系统权限，冻结其技术负责人资格，国内分公司同步启动追责。江总，系统现在还没彻底恢复，你们不能停我权限。停你权限？陆泽宇，你现在还以为公司离不开你？500万，这是总部风控和法务根据事故影响同步核算出的初步结果，最终金额以正式追责文件为准。陆泽宇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被停职调查，权限回收，电脑封存，法务会正式通知你后续开除和索赔流程。审查意见已提交总部。陆泽宇，你不是输给我，你是输给了你自己偷来的5年。原来陆总那些核心模块根本不是他一个人维护的，怪不得总部一查，他连补兵来源都说不清。陆先生，您的工牌和电脑需要交回。连你也敢踩我？陆泽宇，别在公司撒野。妈，我被停职调查了，公司法务要追责，初步预估500万。什么500万？那借条呢？沈若曦低头了吗？他不但没低头，他还在总部会议上把我送上了死路。他不认借条，我们就告。明天去调解室，我让他连本带利还回来。好，他毁了我的工作，我就让他背上500万债。记住，咱们就咬死这500万是借给他们小两口过日子的。妈，放心，他不认就让他背债。沈若曦人呢？怕了，连面都不敢露。沈女士委托我全权处理。哼，那你看清楚，500万借条，签名手印都有，这钱是给他们夫妻过日子的，沈若曦必须认一半。对，他要是不撤销冻结，就让他先还250万。告诉沈若曦，事情别做绝，撤保全、撤索赔，我还能给他留点体面。各位说完了吗？那轮到我们了。张兰女士名下账户近5年资金流入，主要来自陆泽宇工资、奖金及大额转账。那是我儿子孝顺我的钱。那请问，这500万真实出借流水在哪里？现金，我给的是现金。你们查我干什么？因为这980万里有相当一部分最终流向了你。泽明，你不是说就花了1点吗？妈，我那是应酬。调解员，这不是家庭借款纠纷，是转移夫妻共同财产后伪造债务反向施压。你胡说！借条是真的，我儿子亲手签的。那就更好了，我们已经申请司法鉴定，签名、指纹、墨迹、形成时间，很快就有结果。我35岁，全职5年，给老公熬了3个通宵修代码。他拿着我的成果，领了142万年终奖，而我卡里只剩7块钱，连女儿明天的早餐钱都不够。妈，我的年终奖142万，刚才全给您打卡里了。哎呦，还是我大儿子有出息，不像沈若曦，35岁了，天天在家带孩子，早就废了。一个全职主妇还想管钱，
女人嫁了人就该伺候好老公孩子，别成天觉得自己多委屈。这142万是我凭真本事在老板面前汇报赚来的，跟他没关系。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。没有我，他和思然吃什么住哪？谁要他这种带孩子的中年女人？就是，当初要不是你娶她，她现在还不知道在哪个小公司加班呢。真正能把项目讲明白，能拿到奖金的人是我。原来我以为的家，只是他们嬉戏的地方。你最不该做的，就是把我当成废物。沈若曦，你今天走出这个门就别回来求我。放心，求你这种事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做。妈妈，吵醒你了。妈妈，你和爸爸吵架了吗？不是吵架，是妈妈要带思然换一个更安静的地方睡觉。我们要去哪？去妈妈该去的地方。思然乖，妈妈收拾一点东西，我们马上走。我辛苦5年，也该拿回点本钱了。妈，他就是吓唬，不出3天，他肯定回来求我。陆泽宇，从今晚开始，没人再替你兜底了。妈妈，我们还回家吗？妈妈在哪里，哪里就是家。思然，想不想吃点热的？想。好，妈妈给你点早餐。妈妈，你是不是很累呀？不累，妈妈，只是终于醒了。沈若曦，别闹了，先把钱转过来，有什么事回头再说。陆总这口气听着不像求救。钱到底给不给？这位大哥，想要钱，我送你一条准信儿。陆泽宇昨天刚把142万全转给他妈张兰了，你与其比2个都比脸干净的，不如去找真正赚钱的人。陆家人的热闹才刚开始。老太太手里攥着142万，你们俩在这儿跟我哭穷。那钱是我妈拿着，我现在真拿不出来。刀哥，我妈那人要钱不要命，她不会给的。要钱不要命，老子专治不要命。兄弟们，站路，找老太太提款去。沈若曦，看见没？142万，我大儿子刚转给我的。我家泽宇年薪200万，奖金一到账就孝敬我。儿媳妇算什么？全职在家带孩子的女人哪有资格管钱？哟，还是张姐有福气，大儿子的钱都归您管。那当然，儿子再有本事也得听妈的。哎呦，这是干什么？泽明，我的儿啊！你们怎么把他打成这样？老太太，别演了，你小儿子欠我8万，连本带利10万，拿钱。10万？你怎么不去抢？要钱没有？没钱，这142万是纸啊！这是我大儿子孝顺我的钱，谁也别想动！你们再闹，我就报警！报警？行啊！啊，哥，妈，救我！4万块只够买48小时。问题解决了？临时解决。给敌人续命？不，是让他多摔一次。这次算你命大，再出问题，你自己滚。是陈总。沈若曦，你敢耍我？啊！陆泽宇，系统怎么又崩了？陈总，你给我10分钟，这次我一定解决。上次是10分钟，这次又是10分钟，你到底行不行？沈若曦，你那个怎么回事？才2天就失效了。陆先生又崩了，我说过4万块只够48小时。你故意的。陆先生，临时服务到期需要续费，很难理解吗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彻底修复10万，你怎么不去抢？嫌贵可以自己写。看来他们还是舍不得钱，不修了。最后一次机会已经过期了。5年980万。我在家照顾孩子，做家务，替他写代码，他把我熬出来的钱一笔一笔转给了他妈。接下来不修系统了，修账。沈女士，您发来的证据我已经看过了。5年内，陆泽宇累计向张兰及关联账户转出接近980万。与此同时，房租、车贷、孩子费用、日常开支基本由您承担。这不是孝顺，是转移夫妻共同财产。
目前证据足够申请财产保全，张兰名下相关账户会先被冻结，防止继续转移。我要快，今天就能递交申请。敢跟我儿子算账，你要是敢不管泽宇，我就让他跟你离婚。很好，转账流水、家庭支出、录音证据，证据链已经连上了。张兰最在乎钱，那就先让她看得见，花不了。哟，这不是张兰吗？昨天麻将室闹那么大，今天还敢出来买菜啊？老本没被掏空吧？王婆子，你少狗眼看人低！我大儿子年薪200万，刚给我转了100多万，我差这点买菜钱。是吗？那你倒是买点贵的，让我开开眼啊！服务员，把那只最大的帝王蟹给我捞出来，再来2斤海参，1盒鲍鱼。阿姨，这些加起来可不便宜。怕我付不起啊？王哥，您路子多，我嫂子现在把我妈账户全冻了，900多万一分动不了，这事儿能不能破？他说你们转移夫妻共同财产，你们就不会倒打一耙？怎么倒打？那980万不能全说成借款，数太大太假，法院一眼就盯上。那我的钱不就全没了？急什么？先做500万。500万？500万够用了。你们就说陆泽宇婚后找你这个当妈的借了500万，用于房租周转、家庭生活和孩子开销。这笔钱一旦被包装成夫妻共同债务，沈若曦就不只是要不回钱，还得跟着背债。夫妻共同债务，1人1半，那他得倒背250万。他不是冻结你们的钱吗？你们就拿这张借条逼他撤保全，求和解。妙啊！他动我980万，我就先让他背500万。理由别写虚，就写婚后房租周转、家庭生活、女儿抚养，还有夫妻共同开支。孩子抚养也写上。他不是拿那个小丫头装可怜吗？我就让他女儿也变成欠债理由。妈，狠还是你狠？沈若曦，这次我看你怎么翻身。鉴定就鉴定，真的还能变成假的？妈，少说2句。你怕什么？签名手印都是你的。鉴定结果到了。不可能，这鉴定肯定有问题。张兰女士，您刚才说这笔借款发生在几年前，可这张借条是前天才写的。我没写，我就是陪我妈去的。你闭嘴！妈，你不是说不会被查出来吗？我也是为了你，为了把钱拿回来。你们涉嫌伪造债务，意图让沈女士承担不存在的夫妻共同债务，相关证据我们会一并提交。那只是气话，气话会附带借条照片、撤保全要求和债务威胁。陆先生，请你慎重发言。张兰，陆泽宇，你这个黑心肝的女人，你把我们家害成这样，还想怎样？我只想拿回属于自己的。5年里，你把我的劳动成果、夫妻共同财产、孩子的生活费一笔一笔转给你妈。现在你们又把私然写进假借条里，让一个孩子变成你们骗钱的理由。这笔账我会算到底。我方要求维持财产保全，并追加提交伪造债务威胁证据。本案不具备调解基础，相关材料将依法移交。不行，我的钱还冻着呢，那是我的养老钱。那不是养老钱，那是沈女士5年的血汗钱。你们胡说！我就是借了500万给他们，我就是现金给的。好，既然张女士坚持说自己借出去500万现金，那我也想问一句，陆泽宇，你背着我转给你妈的980万，现在还剩多少？那钱当然在我妈账户里，只是被冻结了而已。是吗？顾会计，把底牌亮给这位大孝子看看。经查，张兰女士名下账户在过去5年内频繁向外转出资金。你查这些干什么？不是我那是应酬。这些消费的实际操作人全部指向陆泽明先生。妈，你不是说我的钱一分没动，等凑够1000万就给我买大别墅吗？泽宇，你听妈说，妈是想给你存着的，可泽明那边实在急用，他是你亲弟弟呀。亲弟，我也是一时周转。一时周转？你拿我的钱去搭上女主播，去赌场去还烂账。陆先生，请控制情绪。我工作没了，公司追责500万，你们告诉我钱都冻着，结果呢，钱早就被你们花光了。冲我吼什么？要不是你连沈若曦都管不住，他能把账户动了，能把我们逼到这一步？我管不住他，你拿我的钱养陆泽明，现在怪我管不住他。哥，你别什么都往我身上赖啊！钱是妈给我的，又不是我偷的。好得很，好得很！你们拿假借条让我背风险，拿我的钱填陆泽明的窟窿，现在还想让我去赔公司500万？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。这个家，张兰，你嘴里的家是拿我的钱养你的大儿子，拿你大儿子的钱养你的小儿子，最后再让我的女儿变成假债务的理由。现在你们一家人自己算清楚。
调解员，我方坚持维持财产保全。关于伪造债务、恶意转移财产、威胁当事人等证据，我们将继续提交，相关材料会依法记录。张兰女士、陆泽宇先生、陆泽明先生，请你们后续配合调查。不行，那钱是我的养老钱，你们不能一直冻着。张女士，准确的说，那不是养老钱，那是沈女士5年的劳动成果，也是夫妻共同财产。我这5年转回家的钱，全被你拿去填陆泽明的窟窿。哥，你别听他们胡说，我那都是应酬，是为了以后做生意。做生意？你拿我的钱去打赏女主播，去还烂账。现在我工作没了，还要赔公司500万。泽宇，你干什么？他是你亲弟弟。亲弟弟？我被公司追责的时候，他在花我的钱；我被房东赶出来的时候，你还护着他。你冲我发什么疯？钱是妈给我的，你自己没本事，被沈若曦弄垮了，怪谁啊？住手！这里是调解室。别打了，你们别打了！李律师，证据保存好，剩下的交给现场处理。明白。这里有人闹事，请马上派人过来。警车没停，是路过的。沈若曦这个毒妇，她是真要把我们往死里逼呀！闭嘴！假借条是你弄的，钱是你转的，窟窿是陆泽明花出来的。现在我工作没了，公司追责500万，你们谁给我填？哥，我真没钱了。哟，刚从律所出来，听说你们今天去坑原配的钱，钱呢？没钱了，1分钱都没了。没钱？拿张破纸糊弄法院都糊弄不过去，还想糊弄我？我们账户被冻结了，真没钱。沈若曦把我980万全动了。我不管你们钱都在哪儿，我只知道陆泽明欠我的账今天到期了。刀哥，再宽限几天，我一定想办法。把老太太和这个大儿子带走，去东郊修车厂慢慢谈。救命啊！你们这是犯法！泽明，救妈呀！这是陆泽明欠的，你们抓我干什么？小子，听清楚，24小时。明天这个时候我要看到钱，看不到，你哥和你妈就不会这么体面的回来。我真没钱了，我真没钱了。泽明，你名下那套房赶紧卖了，快点来赎妈呀！房子？原来还有房啊，那就好办了。24小时，我要看到钱。妈最疼你了，你一定要救妈呀！陆泽明，你要是敢跑，我不会放过你。我名下的房子。哼，老太太，你那个宝贝小儿子拿房本拿了这么久，人呢？泽明最孝顺了，他一定会来救我的。孝顺？他拿我的钱打赏还债赌钱的时候也挺孝顺。你闭嘴！要不是你管不住沈若曦，我们能落到这一步？我再等到天黑，钱不到，你们俩就别想舒舒服服走出去。房本呢？房本到底放哪儿了？找到了。泽明，妈最疼的就是你，你快拿房本来救妈呀！要拦吗？不用。刀架在脖子上，他第一个卖掉的不是房子，是亲情。泽明，房本拿到了吗？快来救妈！拿到了。好，妈就知道你最孝顺，你快拿去抵押，先把妈赎出来。妈，要是房子没了，我以后怎么办？你说什么？我和你哥都被绑着，你还想以后？陆泽明，妈最疼的就是你，你要留下妈不管。全家就剩这套房值钱了，我不能全拿去填债，所以我才得活着。我手里有套老房，急出，要现金，今天就要。急出，价可压得很。只要今天能拿到钱，价你说。泽明，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妈，你听见了吗？你最疼的小儿子关机了。不会的，泽明不会不要我的。老太太，看样子你这个小儿子不太孝顺啊！盯住陆泽明，要是出手，人和钱一个都别放跑。泽明，妈最疼你啊！报应。陆泽明，你这套老房急出只能押到200万，死当协议你已经签了。出了这个门，房子就归我。没问题，死当，绝不反悔。家里人还等你拿钱救命，跟我没关系了。去东郊飞机码头，快，加你1千。泽明肯定快到了，他最孝顺了，他不会不管我的。妈，
你还真信他会回来？你闭嘴！泽明跟你不一样，他从小最听会的话。偷渡！哼，还耍老子！什么偷渡？老太太，看清楚，你最疼的小儿子拿着房子换来的钱跑了。不可能！你骗人！泽明不会抛下我的！臭家伙，去东郊码头！报应，这就是报应。泽明不会不要我的。大哥，我联系好的，去东南亚的。船费带够了吗？带够了，全是现金，快让我上船。带这么多现金跑路，身上背的事儿不小吧？你别管这些，钱我给了，你送我走就行。在这儿，规矩我说了算。你干什么？这是我的钱，这是我以后活命的钱。松手，钱留下，人上船。不行，没这笔钱，我出去了也活不了。那你就别走了。救命啊！抢钱了！回去。好啊，怎么不跑了？刀哥，我错了，钱都在这儿，200万全给你，你放我一条生路吧。200万？对，房子卖来的，200万全给你。老子要的是1000万，你这点钱连利息都不够。刀哥，我真没别的了，房子都没了。让他长长记性。别打了，刀哥，我再也不跑了。不走。一家人就该整整齐齐。我的儿啊！你们怎么把他打成这样？心疼啊！钱不是拿到了吗？你们为什么还打他？他是来救我的呀！就你这小子拿着卖房的200万，正准备偷渡去东南亚。要不是我去得快，他现在早就在公海上了。你说什么？偷渡？泽明，你不是去救妈的吗？救你！要不是你们把我拖到这一步，我会变成现在这样吗？我最疼你，我什么都想着你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妈？报应，这就是报应！你护了一辈子的宝贝儿子，拿你的命换船票，我们全家都被他拖下去了。吵够了吗？来，笑一个。这才像一家人。200万我先收了，剩下的账咱们慢慢算。若曦，恭喜你正式升任亚太区技术总监。谢谢，这只是个开始。国内那边需要我帮忙吗？不用，算算时间，我给他们准备的大礼应该刚好送到。你可算回来了！这2天家里水电都停了，我只能啃冷馒头啊！别哭了，现在能救我的只有把这套老宅卖了。不行，这房子是我最后的根，卖了我们住在哪儿？不卖，法院强制执行，公司追责。沈若曦那边追980万，我们一样没地方住。陆泽宇，加急快递，寄件人是沈若曦女士的代理律师。沈若曦，她是不是寄钱来了？她肯定还是怕你真的不管她。我就知道她不会真把事做绝。快打开！这什么味儿啊？这怎么是我的旧衣服？钱呢？卡呢？总不可能就寄这些东西吧？有文件，肯定是和解书。泽宇，快看看是不是给你打钱的凭证。法院的钱要花走了，什么意思啊？陆泽明挥霍掉的那几百万空缺，也要求我补还给沈若曦。多少？980万。妈，你醒醒！曦，事情没必要做这么绝吧？我们毕竟夫妻一场。夫妻一场的时候，你把我5年的劳动成果一笔笔转走，现在谈情分太晚。李律师，执行吧。明白。这是我家，我哪儿也不去。房子没了，我连个住的地方都没了。从今天起，你们也该尝尝无处可去的滋味。沈女士调查陆泽宇流水时，又发现一条线索，截图发您了。有意思，看看你的好弟弟和好妈妈
又替你安排了什么？沈若曦，沈若曦，你发给我的截图是什么意思？问问你的好弟弟，不就清楚了？陆泽明，你拿我的身份证去给你那1000万债务做担保。哥，你先松开，我也是没办法。刀哥那边逼得太紧，我要是不做，他们放过我。所以你就把债压到我头上，怪不得他们一直抓着我不放。放开你弟弟，是我同意他这么做的。泽明还年轻，他的征信不能有污点。你是大哥，帮他顶一顶怎么了？我工作没了，房子没了，公司还要追责500万，现在你们又把1000万债务压到我身上。你反正已经背着麻烦了，多这一笔少这一笔有什么区别？泽明以后还要结婚，还要重新开始。那我呢？我也是你儿子。你别吓着你弟弟，他现在伤还没好。哥，你以前那么风光，现在帮我一次怎么了？再说了，嫂子本来就不该离开你，要不是她，你也不会变成这样。你们真以为离了沈若曦我就活不了？腾飞科技早就联系过我，他们开出100万年薪，要我过去做技术负责人。只要我把原来的核心架构带过去，他们立刻给我签合同。泽宇，妈就知道你有本事，你要是真进了腾飞，咱们家就还有翻身的机会。到时候谁还敢说我靠沈若曦？那你先拿到再说，我会拿到的。核心架构，陆泽宇，那是我5年熬夜写出来的东西，你还真敢拿去卖第2次？出事了。陆泽宇准备带着核心架构去腾飞科技，那是竞品公司。他不是想东山再起，他是自己往死路上撞。帮我约一下腾飞科技的王总，既然陆总要送上门，那就让他输得明明白白。哥，你先松开，我也是没办法。刀哥那边逼得太紧，我要是不做，他们放过我。所以你就把债压到我头上，怪不得他们一直抓着我不放。放开你弟弟，是我同意他这么做的。泽明还年轻，他的征信不能有污点。你是大哥，帮他顶一顶怎么了？我工作没了，房子没了，公司还要追责500万，现在你们又把1000万债务压到我身上。你反正已经背着麻烦了，多这一笔少这一笔有什么区别？泽明以后还要结婚，还要重新开始。那我呢？我也是你儿子。你别吓着你弟弟，他现在伤还没好。哥，你以前那么风光，现在帮我一次怎么了？再说了，嫂子本来就不该离开你，要不是她，你也不会变成这样。你们真以为离了沈若曦我就活不了？腾飞科技早就联系过我，他们开出100万年薪，要我过去做技术负责人。只要我把原来的核心架构带过去，他们立刻给我签合同。泽宇，妈就知道你有本事，你要是真进了腾飞，咱们家就还有翻身的机会。到时候谁还敢说我靠沈若曦？那你先拿到再说，我会拿到的。核心架构，陆泽宇，那是我5年熬夜写出来的东西，你还真敢拿去卖第2次？出事了。陆泽宇准备带着核心架构去腾飞科技，那是竞品公司。他不是想东山再起，他是自己往死路上撞。帮我约一下腾飞科技的王总，既然陆总要送上门，那就让他输得明明白白。王总，只要接入这套云端动态平衡架构，系统效率至少提升5倍。你现在官司缠身，劳动家还在追责，腾飞要的是技术，不是麻烦。王总放心，那些都是家庭纠纷，技术才是我的底牌。不可能，应该是测试环境误报。陆泽宇，你拿沈若曦女士未授权的核心模块来腾飞做投名状？王总不是这样，这套架构一直在我负责的项目里，我当然有权用。项目负责人不等于代码所有人，授权记录写得很清楚。幸好只是隔离测试，要是真接近腾飞内网，你今天不是面试，是带着雷来炸公司。王总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是被沈若曦算计了。算计你？他只是把锁装在了自己的东西上。保安，把陆先生请出去，测试日志全部留档，通知法务。我真的有能力，你不能因为一个女人。陆泽宇，腾飞不要偷来的技术。就是他拿未授权代码来面试，测试系统都报警了，胆子也太大了。别拍，都别拍！沈若曦，他真敢拿你的核心架构去卖第2次？他不是第一次拿我的东西换前程，只是这一次门关上了。技术圈这条路，他走到头了。
怎么样？腾飞那边签了吗？人家不是说给你100万年薪吗？没了，全没了。妈，别问了，我哥现在出名了。出名什么意思？网上都在传，说他拿沈若曦的代码去面试，被人家当场抓了。泽宇，你以前不是一直说沈若曦什么都不懂吗？那是他算计我，他故意在代码里留了锁。以前你总说是你救了他，现在看来谁靠谁还真不好说。闭嘴！完了，工作没了，房子没了，账户也动了，你弟还欠着1000万，咱们以后怎么活呀？沈若曦，你到底还想怎么样？陆泽宇，你一直拿大学那件事绑着我，现在也该让他们听听真相了。你别胡说！当年我的源代码被对手提前拿到，不是意外，是你卖出去的。你怕我查出来，所以又演了一出替我出头，让我以为你救了我，给自己铺路。泽宇，他说的是真的。难怪你以前总说自己是天才，原来从那时候开始，就是靠他往上爬。她是我老婆，她的东西帮我不是应该的吗？陆泽宇，看来你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，那就继续错下去吧。完了，全完了。妈，哥已经彻底没用了，我们怎么办？我可不想一辈子窝在这种地方。别急，妈还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沈若曦人在国外，他爸妈还在国内，那是他唯一的软肉。只要咱们去闹，他总不能不管他爸妈的脸面。对，妈，这招行，咱们明天就去找他爸妈。沈卫国、刘梅，你们出来，看看你们女儿把我们陆家逼成什么样了！赶紧开门，让沈若曦撤诉，不然今天这事没完。大家都来看看啊！我们陆家没钱没房，都是他女儿害的，他们一家躲在里面不敢出来。开门！若曦，你安心工作，爸妈处理。妈，别和他们硬碰硬。他们敢来沈家闹，是找错门了。你们今天不给个说法，我就坐在这儿不走。早开门不就完了？赶紧拿钱，再让沈若曦把官司撤了。张兰、陆泽明，我提醒你们一句，院子里有高清监控，你们说的每一句话，做的每一个动作都录得清清楚楚。你还敢录我？我今天就把这监控砸了！大黑，赴院。快把狗牵走！快把狗牵走！别过来！把狗牵走！快把狗牵走！沈卫国，你还放狗吓人！监控已经保存，报警电话也打了，你们损坏花盆、闯进院子的画面1秒都没少。你真报警了？妈，警察真来了，快走！各位，今晚的主角是沈若曦总监，她不仅修复了 T9 项目最核心的系统漏洞，还带领团队拿下了欧洲区最大技术订单。从今天起，沈若曦正式晋升为亚太区技术总监，同时公司将向她颁发项目特别奖金70万欧元。这只是开始。谢谢，这是团队共同努力结果。恭喜你，沈总监，这才是你真正该站的位置。几个月前，我坐在书房里，看着银行卡里只剩7块钱，那一刻我真的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。全职5年，带孩子顾家庭，替他补代码，替他收拾烂摊子。我以为自己是在守一个家，后来才明白，我只是被他们当成了不用付钱的工具。可你从来不是工具，沈若曦，你本来就该被看见。是啊，离开他们以后，我才发现我自己就能站得很稳。沈女士，跟您汇报一下，张兰和陆泽明那边，警方已经介入处理，短时间内不会再去骚扰您父母。另外，陆泽宇也有新动向，有人看到他去了城郊工地找活，情况很狼狈。需要我陪你回国吗？不用，这趟烂账晾得够久了。明天我回国收网。陆总，别装站不稳，今天的利息1分都不能少。我已经2天没吃饭了，真没钱了，宽限几天行不行？哼，没钱就接着扛。你以前不是年薪200万吗？现在带一袋水泥都扛不动。那边的干不了就别占工钱。以前我应酬晚归，若曦都会给我熬养胃汤。若曦，出血了，快打120，别让人倒在工地上。
你好，请问是陆泽宇的妻子吗？陆泽宇在工地突发胃穿孔大出血，现在正在抢救，需要家属签字交费。我们正在走离婚程序，可系统里紧急联系人还是您，他现在情况很危险，手术费也需要马上处理。先联系他母亲张兰。打过了，他说没钱。陆泽宇这些年给他转了将近1000万，他现在说没钱。沈女士，病人确实等不了太久。费用我可以先垫，但我有一个要求。您说。张兰在病房里说的每句话，做的每一个决定，我都要听得清清楚楚。我要看看那位口口声声最疼儿子的母亲，面对真正的救命钱会怎么选。陆泽宇，你也该尝尝被家人放弃的滋味了。陆泽宇家属，病人已经通过绿色通道抢救过来了，后续治疗费和用药费需要马上补交。8万？怎么这么贵？他不就是胃出血吗？用普通药先顶着不行吗？大妈，他是大出血，不是普通胃疼，后续治疗跟不上，随时可能出危险。妈，姐也不说话。妈，这钱不能交，你兜里就剩最后卖首饰换来的8000块了，我这边催债的还盯着呢。哥现在工作没了，身体也垮了，后面就是个无底洞，钱投进去，咱们也回不来了。你说的对，你哥用点便宜药，暂时出不了大事。泽明，你的事儿更重要。妈，那咱们赶紧走，别等护士再来催。走，别去病房了，看来也是添堵。你家属没交后续治疗费，只能先按普通方案用药。你现在别乱动，能保住命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我妈呢？我弟呢？他们说去筹钱，人就没回来。我给他们转了那么多钱，到头来连1分钱都不肯给我交。你哥用点便宜药，暂时出不了大事。泽明，你的事儿更要紧。陆泽宇，被最信任的家人放弃，滋味不好受吧？我马上回来，送你看清最后一场戏。护士，能不能换好一点的止痛药？我真的受不了。你家属没交钱，只能先用普通方案，能保住命已经不错了。我给家里转了那么多钱，到头来连一支好药都没人给我换。若曦，我就知道你不会真不管我。别误会，我来不是救你，我是来收账的。陆泽宇先生，这是沈若曦女士对您提起的离婚诉讼及财产追偿材料。980万，若曦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现在都这样了，你还要逼我还钱？你躺在这里是因为你妈和你弟放弃了你，你欠我的是你自己一笔一笔转出去的。若曦，我们毕竟夫妻一场。夫妻一场的时候，我全职5年，带孩子顾家，替你写代码，替你撑体面。你把我的心血转给你妈，把我的成果拿去邀功，把我和思然当成你的后路。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晚了，好好留着这口气，再把欠我的每一分钱还清之前，你还不能倒下。陆先生，文件请您确认签收。若曦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非要把我逼到这一步吗？你妈和你弟把你丢在病床上时，你怎么不跟他们谈情分？那大学的时候呢？你忘了吗？你被同学欺负，是谁替你出头帮你撑腰的？陆泽宇，你还敢提那件事？我说的是事实。当年我的源代码被对手提前拿到，是你卖出去的。你怕我看穿，还当着那几个同学的面演了一出替我出头。陆泽宇，你不是救赎，你从一开始就是算好了要借我的能力往上爬。这5年，我替你写代码，替你撑体面，也替你还清了那场假恩情。现在该你还账了。陆先生，麻烦签收。签了，我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你让我和思然连一顿热饭都要算钱的时候，想过我们还剩什么吗？签字或者继续执行，你自己选。让开！我是他亲妈，我看谁敢拦我！真正的好戏来了。沈若曦，你来的正好，泽宇都病成这样了，你赶紧把医药费交了。嫂子，我这边催债的人又找来了，你先拿点钱出来，把我的账平了。你们进门第一句话还是要钱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泽宇是你丈夫，泽明是你小叔子，你不管谁管？那就先听听你们昨晚是怎么管他的。妈，这钱千万不能交，这就是个无底洞，你手里就剩最后那点钱了。你哥用点便宜药，暂时出不了大事。泽明，你的事儿更重要。泽宇，
不是这样的，妈当时是没办法。哥，你别听他断章取义，我也是怕妈的钱不够用。不是不管我，我所有钱都给了你们，我工作没了，房子没了，连命都快没了，你们还在算我不值得花。哥，你别冲我来，钱又不是我一个人花的，你还有脸说你欠的债拿我的身份担保？你花的钱都是我转回家的。妈，救我！泽宇，他是你亲弟弟，你快放手！到现在你还护着他，原来我才是那个多余的。哥，是沈若曦放录音害我们，你要怪就怪他。亲情你们慢慢算，账我照收。大家都来看看啊！沈若曦现在当了大总监，就不认丈夫一家了。我儿子还躺在医院，他还逼他还钱。阿姨，这里是办公大堂，您不能影响秩序。沈若曦不出来，我今天就不走。沈若曦，你终于出来了！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。你想要多少？先把医药费交了，再把冻结的钱解开，还有泽明那边的债也得你来平。张兰，你是不是忘了，医院楼梯间录音还在我手里？你亲口说陆泽云用便宜药暂时出不了大事，现在又来我公司说我逼病中老公，这叫造谣。我就是来讨公道。法务，沈总监以公司名义起诉，名誉权、企业商誉损失、扰乱办公秩序，索赔金额先定300万。300万？你喊一句，我留一份证据，监控录音、围观视频全都有。我就是情绪激动，没想到刚才不是要死在公司门口吗？现在继续。公司养你们，是让他在这里开发布会的吗？明白。你们别碰我，我自己走，我自己走。沈若曦，你别太得意。张兰，你980万是你欠我的，这300万是你今天新欠的。法务，材料今天发出去。明白。沈总，终审结果5年转移的980万，属于您的490万，已经全部强制划扣。张兰名下所有东西拿回来了，至于他们，就在泥沼里慢慢烂掉吧。没了，全没了，我的钱，我的养老钱。妈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哭钱？我那边催债的人又找来了。我没钱了，一分都没了。那你手上不是还有戒指吗？这是我最后一点东西了。给我，还有你藏的那点零钱都拿出来。泽明，你要干什么？这是咱们最后的生活费，你拿走了，我和你哥吃什么？我现在都快被人追到门口了，还管以后吃什么？妈最疼你，可这点钱不能动。你疼我就把钱给我。不能拿，那是最后的钱。泽明，妈什么都给了，你把这点也拿走，我和你哥真没活路了。你们自己想办法，我不想陪你们一起耗死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若曦，沈若曦，若曦，协议我签了，我净身出户。我妈被泽明抢光了最后的钱，气得中风进了 ICU， 医院要10万吃药费。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，你把划走的490万还我一点，哪怕10万也行。你觉得现在签字还有用？当然有用，你不是一直要离婚吗？我签，我什么都不要。张律告诉他，陆先生，法院已经下达强制离婚判决，沈女士和您已经没有任何婚姻关系，您手里这份协议现在只是一张废纸。不可能，不行，那是我妈呀！你真的要看着她躺在病房里吗？当年我躺在病床上需要2万块治病，你妈当时怎么说的？你还记得？家属，病人现在必须尽快手术，先去缴2万块。2万？他这病就是个无底洞，这钱不能动。泽明那边还等着用钱，病人情况不能再拖，先用便宜药顶着，暂时出不了大事儿。现在这句话原封不动还给你们。若曦，我求你了，10万而已，对你现在来说不算什么。陆先生，请你离我的未婚妻远一点，人要为自己的选择买单。陆泽宇，你妈的命不该来找我买单，你的底牌从一开始就只是一张废纸。回慕尼黑的航班已经安排好了。走。沈总，今天大获全胜。国内的事儿差不多了，还得谢谢江总撑场面。不过白天那句未婚妻演得挺像。谁说我在演？
那句未婚妻是我蓄谋已久的真心话。江逸晨，我刚结束一段很糟糕的婚姻，我知道，我不想再做任何人的附属品。所以我要的从来不是附属品，我的底牌。这是什么？股权、房产、可公开资产都已经做了公证。陆泽宇把你的能力当工具，把你的付出当理所当然。我不一样，沈若曦，我要的是能和我并肩的人。江总这份简历很有诚意，所以通过了吗？初试通过，不过考核期还没结束，别高兴太早。我接受长期考核。明天先把爸妈和思然安顿好。那我正式上门。以什么身份？新上任的男朋友。考核期。明白，先从见家长开始加分。若曦，这房子太贵了，钱你自己留着傍身，爸妈住哪里都行。妈，以前我委屈自己是因为把钱花错了地方，现在我赚得起也花得起，爸妈和思然都该住得堂堂正正。沈女士，恭喜您，房子已经完成签约。这套房连通的双 VIP 车位，还有未来20年的物业费，我已经结清了。小江，这太破费了，不合适。伯父伯母，初次上门，总不能空手。爸，收着吧，就当是新上任男朋友的见面礼。以前陆泽宇来家里都是坐着等吃等喝，过去的事儿不提了。看到小江这样对你，妈这颗心才算真的放下了。伯母，若曦以前受的苦，我没办法替她抹掉，但以后我会让她站在该站的位置上。她不是谁的附属品，她是我要用一生并肩经营的合伙人。那就好，若曦以后不许再委屈自己。不会了。到了慕尼黑，好好照顾自己。放心，爸妈和思然都安顿好了，我才能安心回去。小江，若曦就交给你了。伯父放心，不是照顾，是并肩。前往慕尼黑的航班现已开始登机。沈总监，准备好回慕尼黑，去拿属于我们的天下了吗？当然，我的正途才刚刚开始。江总一大早这么贤惠。江太太，早安。早餐刚好。这是什么？又汇报家底？不是汇报，是上交。今年宁新家集团股权分红一共3600万欧元，请江太太查收。全给我，你自己不留点应酬钱？我的钱不给我太太花，给谁花？钱可以共同管理，但我不是来替你管账的。我知道，我上交的不是钱，是选择权。你想花就花，想投就投，想放着不动也行。你不用再为了任何人把自己的生活压到7块钱以下。江先生，今天早餐加分。那考核通过了吗？暂时通过。那我继续努力。穿这套，明天国内顶级科技峰会，你是全场唯一受邀的女性行业领军人，够锋利，也够漂亮。江总这是要我去艳压全场？不是艳压，是让他们看清楚真正的技术领军人物应该是什么样子。准备好了吗，江先生？陪我回国，去拿下我的全场最佳。我的荣幸，江太太。恭喜沈若曦女士获得亚太区年度杰出科技领军人物荣誉。沈总监，恭喜。也恭喜江总押对了合伙人。沈总、江总，媒体专访已经准备好了。前面茶席马上开始了，还磨蹭什么？对不起，我马上送过去。这份活不想干，有的是人等着干。我干。沈总好，江总好。你怎么回事？还不快剪！若曦，需要处理吗？不用，无关紧要的人。我卡里只剩7块钱，思然连下个月的餐费都交不起。我的年终奖142万，刚才全给您打卡里了。行啊，你走，我倒要看看一个35岁的全职主妇能硬气几天。这7块钱留给你，
买不起脑子，至少可以买面镜子，照照你现在靠女人吃饭的样子。技术才是我的底牌。测试环境恶报，王总不是这样，我真的受不了。你哥用点便宜药，暂时出不了大事。划走的490万还我一点，哪怕10万也行。我曾经拥有一座金山，是我亲手把它推走了。沈总，您是怎么走到今天的？靠7块钱。7块钱？对，曾经有一天，我替别人熬夜写完核心代码，饿到想点一碗面，可我银行卡里只剩7块钱。也是那天，我第一次真正看清，我把自己放在了多低的位置。沈总，很多人说您是被婚姻耽误5年的天才，您怎么看？我不想把那5年叫耽误。那5年，我做过妈妈，做过妻子，也做过深夜里的白夜。妈妈，你是不是很累啊？妈妈，你又不睡觉吗？妈妈马上就睡，思然乖，明天还要去幼儿园。妈妈，我给你留了一半牛奶。宝贝，睡吧。142万，我大儿子刚转给我的。慕尼黑总部核心安全专家，代号白夜。亚太区年度杰出科技顶级人物沈若曦。是后来我明白，爱一个家，不该以失去自己为代价。那您最想对正在困境里的女性说什么？不要被所谓恩情绑架，不要把自己活成任何人的提款机、工具人、退路，别再当别人的外挂，你自己就是源代码。沈总，谢谢您，今天这段采访一定会鼓励很多人，希望他们都能走回自己的路上。沈总监，今天很耀眼。江先生夸得比昨天自然。妈妈，你今天好漂亮。宝贝也很漂亮。妈妈，你忙完了吗？忙完了。那我们回家吗？回家。